全球最毒的10大垃圾食物排行榜今天震撼揭晓，你是不是也以为方便面、汉堡是最不健康的代表？错，泡面居然没上榜，连可乐都不在其中。而真正榜上有名的那些食物，几乎是我们日常餐桌上的常客，其中第一名的毒王更是你我每天都在吃。到底是哪些熟悉的东西入选了呢？让我们按照排名从第10名开始，一一揭开他们的真面目吧。排名第10的是烧烤类食品。夏天夜晚，炭火烧烤摊前，人头攒动，滋滋作响的烤肉散发着诱人香气，让人口水直流。然而，这美妙香味的背后，却隐藏着健康隐患。肉在明火上炙烤时，表面会被烤得焦黑油亮，那些焦香其实是强烈的致癌物质、苯并芘等副赠品。有研究指出，经常吃烧烤的人，消化道癌症的风险明显升高。有种说法更耸人听闻，吃下一串烤肉所摄入的致癌物，可能相当于抽几十支香烟。虽然有点夸张，但足以说明烧烤的危害。烤肉在高温下产生的油烟中，含有多环芳香烃和杂环胺类物质，它们进入体内会损伤细胞，引发癌变。同时，烧烤食物往往腌制入味，含有大量盐分，再配上啤酒等酒精饮料食用，对血管和肝脏更是雪上加霜。想想看，当你大快朵颐烧烤串时，其实是在给身体埋下一颗颗定时炸弹。当然，如果真难以抗拒烧烤的美味，至少可以做些自我保护，例如避免把食物烤得焦黑，尽量选择电烤或烤盘这类非明火烧烤方式，来减少毒素产生。即便如此，烧烤也只能偶尔解馋，千万别经常吃个不停哦。排名第9的是冷冻甜品类食品，也就是冰淇淋等各种甜冷饮。炎炎夏日来，一支冰淇淋入口丝滑凉爽，那滋味仿佛瞬间驱走了所有烦热。然而，这份甜蜜消暑的享受却可能为你的健康埋下隐忧。一小杯冰淇淋所含的热量动辄200-300大卡，糖分和脂肪含量极高。冰淇淋的主要成分是牛奶或奶油，再加上大量蔗糖，甜甜一口下去，看不见的糖和脂肪却在血液中悄悄堆积。长期过量摄入会导致肥胖、龋齿，并大大增加第2型糖尿病的风险。更可怕的是，很多人对冰淇淋欲罢不能，吃上一口就停不下来，日复一日形成习惯。有人喜欢在睡前来一杯冰淇淋当宵夜，但你知道吗？睡前摄入高糖高脂肪，不仅影响睡眠品质，还会使多余的热量直接转化为脂肪堆积。此外，有些廉价冰淇淋为了追求口感和成本，会加入植物性氢化铀来替代部分奶脂，产生的反式脂肪更是被称为心血管杀手。反式脂肪能让血管变得像锈掉的水管一样狭窄脆弱，加速心脏病和中风的到来。2018年，美国已经全面禁止食品中添加工业生产的反式脂肪，可见其危害程度。所以，面对冰淇淋这种冷甜的诱惑，千万记得适可而止，偶尔解馋就好，可别贪吃上瘾，拿它当水喝哦。排名第8的是话梅蜜饯类食品。很多人小时候都有含着话梅、杏脯蜜饯的回忆，酸酸甜甜的滋味在舌尖化开，既能开胃又能解馋。但这些传统零食其实暗藏玄机。果干蜜饯是用新鲜水果经糖制或研制、晒干制成的，为了增强风味，往往加入大量糖、盐，甚至甘草粉、香料和色素。拿话梅来说，一颗小小的话梅含糖量高得惊人，为了突出那股酸甜，有的话梅制作过程中会使用糖精钠等人工甜味剂以及人工色素，把梅子染得鲜红诱人。长期吃这类食品，等于把自己浸泡在高糖高盐的环境中，不仅容易造成龋齿和肥胖，高浓度的盐分还会伤害胃黏膜并提高血压。更让人担忧的是，有些不法商家制作蜜饯时卫生条件差，添加剂超标，那么小小一颗蜜饯可能蕴含着多种对肝肾有害的化学物质。想一想，很多老年人喜欢随身带些话梅，蜜饯嘴馋就含上一颗，但长年累月下来，谁也受不了这样润物细无声，地摄入糖和盐。如果实在嘴馋，不妨选择新鲜水果代替，偶尔吃几颗蜜饯解解胃可以，但千万别把它们当成健康零食无所顾忌的吃，否则日积月累，健康可能悄悄被蚕食。
排名第7的是罐头类食品。罐头曾是人类发明用来保存食物的一大壮举，不管是午餐肉、鱼罐头，还是糖水、陶罐头，都可以常温下保存1年以上，想吃的时候开罐即食，方便又快速。然而，方便的代价就是不健康。首先，罐头食品普遍钠含量爆表。以午餐肉罐头为例，为了防腐和调味，每100克午餐肉中钠含量往往高达数百毫克以上，相当于普通猪肉的10倍以上。经常吃罐头等于经常摄入高盐，高盐饮食会使血压居高不下，增加心脏和肾脏负担。其次，糖水水果罐头的糖含量极高，一罐黄桃罐头里那甜蜜的糖浆，其实就是浓浓的糖水。吃下一罐，相当于喝下好几勺白糖，对血糖和体重都是沉重的打击。此外，人们常担心罐头含防腐剂，其实正规罐头多采用高温灭菌密封，并不需要额外添加防腐剂。但不加防腐剂并不代表健康，高温灭菌过程会让食物的维生素大量流失，尤其是维生素 C 等怕热的营养素。水果罐头看似吃了水果，实际上纤维、维生素所剩无几，只剩下糖水热量。肉类罐头经过高温高压，营养价值也不如新鲜食材，更别提某些罐头食品还可能使用劣质原料或油脂，含有反式脂肪和饱和脂肪。一口口吃下罐头，方便之余，你也在不知不觉中吃进大量盐和糖，让血管压力山大。所以罐头食品只能作为偶尔救急的备用品，千万不能天天吃。毕竟再忙再累，也尽量吃点新鲜食材吧，这是对自己健康最基本的负责。排名第6的是方便食品和膨化零食类，这一类包含的范围很广，从泡面、方便米粉到薯片、玉米、脆条、锅巴、辣条等等，都属于这一类型。很多人看到这里可能疑惑，泡面不是早该上榜吗？其实方便面虽然名声差，但真正让你每天上瘾、危害健康的，也许是那些看似不起眼的零食小吃。先说泡面，它本身作为主食替代品，最大问题在于营养不均衡。面体为油炸面饼，热量高但膳食纤维低，调味粉包钠含量惊人。一包泡面通常含有1000毫克以上的钠，相当于建议每日摄入量的1半甚至更多。如果把汤汁喝光，盐分摄入更是超标。但泡面偶尔吃一餐解决温饱，其实未必比吃一顿猪油拌面更差。关键在于不要长期以泡面取代正常饮食。比起泡面来说，更多人可能每天都离不了的是各种膨化零食和小吃，比如薯片、玉米片这类膨化食品。一袋小小薯片所含的油脂和热量相当惊人。马铃薯在高温油炸过程中会产生丙烯酰胺这种可怕的致癌物，而一片片薯片上那些诱人的调味粉，几乎都是盐和味精的混合物，钠含量高得惊人。一包薯片下肚，你的肾脏和血压可要替你哭泣了。再比如近年大火的辣条，作为风靡校园的小零食，其实更是垃圾食品中的战斗机。辣条的主要成分是小麦粉，在油炸后裹上厚厚的辣味调料，这些调料中充斥着盐、糖、人工色素和防腐剂。一根小小辣条往往咸的辣的让人口干舌燥，这意味着里头的盐和辣椒刺激物非常高。更可怕的是，一些小作坊生产的廉价辣条，卫生条件堪忧，曾爆出过使用工业色素添加过量防腐剂的新闻。孩子们吃得满嘴通红，开心无比，家长却不知道其中暗藏杀机。总之，这类即食方便食品和膨化零食好吃是好吃，但毫无营养可言，热量却爆表，还可能摄入各种食品添加剂，长期以此果腹或者解馋，身体迟早要亮红灯。想想你的零食柜是不是天天塞满了这些饼干、薯片、辣条？为了健康着想，是时候少囤一点，多吃天然健康的食物了。排名第5的是汽水、可乐等含糖饮料。也许你会惊讶，可乐不是早就是垃圾食品代名词了吗？但就在许多人提高警惕少喝可乐时，含糖饮料依然在我们生活中无孔不入。早餐来一瓶奶茶，午餐配一杯可乐，下午茶再来杯果汁饮料解渴。这些五颜六色的饮料看似普通，实则是液体糖的伪装者。一瓶典型的碳酸饮料
约600毫升，往往含糖50-60公克，相当于10几颗方糖的量。当你咕噜咕噜几口喝下一瓶时，相当于往血液里直接倒入大量葡萄糖，血糖陡然升高，胰脏被迫疯狂分泌胰岛素来应对，长此以往，胰岛功能衰退，糖尿病就不请自来了。不仅如此，过多的糖分还会转化为脂肪囤积，特别是内脏脂肪，导致脂肪肝、高血脂接踵而至。含糖饮料除了糖，往往还含有磷酸、二氧化碳等。以可乐为例，其中的磷酸会干扰钙质吸收，经常把汽水当水喝的人，更容易出现骨质疏松和骨折。另外，碳酸饮料的高酸性对牙齿也有强烈腐蚀作用。爱喝饮料的小孩牙齿普遍不好，就是因为长期被糖和酸泡着。也有人说，我喝无糖可乐总行了吧？无糖可乐虽然没有糖，但大量人工甜味剂的长期影响仍不明朗。有研究指出，经常喝代糖饮料的人，依然可能因味觉被甜味劫持而食欲大增，导致发胖。而且无糖饮料虽然不含糖，但酸性依旧很高，对牙齿和胃的刺激仍然存在。所以无论是含糖还是所谓无糖的汽水饮料，对健康都没有任何益处。口渴时最好的饮料永远是白开水，如果受不了白水的寡淡，可以试试泡杯茶，或者添加1-2片水果增添风味。但那些工业化的大瓶装甜饮料还是敬而远之为妙。一时痛快畅饮，换来的可能是日后漫长的病床折磨，想想都不划算吧。排名第4的是饼干类食品。饼干看起来似乎没什么杀伤力，不就是点心零食吗？有些饼干还打着高纤维粗粮制成的健康招牌。然而大多数市售饼干都属于高油高糖的热量炸弹，特别是曲奇、牛油饼干、夹心饼干这类口感酥松香甜的饼干，往往含有大量黄油、棕榈油等饱和脂肪，还有白砂糖、麦芽糖浆等甜味剂。一块小小的曲奇送入口中，酥香的口感背后是反复折叠的猪油或牛油以及砂糖。更有甚者，一些工厂为了降低成本，增加饼干的酥脆口感，会添加部分氢化植物油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起酥油。起酥油里富含反式脂肪，这种反式脂肪可谓比砒霜还毒的慢性毒药，它会增加坏胆固醇，降低好胆固醇，令血液变粘稠，血管变脆弱，诱发心血管疾病。长期爱吃饼干蛋糕这类糕点的人，身材走样事小，万一心脏病找上门就后悔莫及了。除此之外，饼干普遍缺乏优质蛋白和维生素，属于空热量食物。吃了几块饼干，看似填饱肚子，实则正餐摄入的营养可能因此减少，久而久之营养不良却又发胖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很多家长喜欢给孩子喂食婴儿、饼干、甜甜圈等作为零食，有的孩子每天离不开手指饼干，这样从小养成嗜甜高油的口味偏好，对孩子未来的健康非常不利。总之，饼干这类食物能不吃就不吃，想要垫肚子时，坚果水果是更好的选择。如果实在嘴馋想吃饼干，也请控制量，1-2块解馋足矣，绝不能一整包一整包地吃。现在来到倒数第3名，也是排名第3的油炸类食品，这其实是很多人早已心知肚明的垃圾食品之王候选。无论中外，凡是丢进油锅里炸的金黄酥脆的东西，大多好吃又不健康。炸薯条、炸鸡、天妇罗、炸鱼排、炸春卷、油条，列表可以拉很长，都是令人难以抗拒的美味。然而，深入分析油炸食物的特点，你会发现它们简直把高热量、高脂肪、高危害发挥到极致。首先，油炸让食物充分吸收油脂，一份薯条的脂肪含量可能比一份同重量的红烧肉还高。过多的脂肪摄入会导致肥胖、血脂异常。长期吃油炸食物的人，体内的坏胆固醇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往往居高不下，动脉粥样硬化提早找上门。其次，高温油炸会破坏食物的营养成分，同时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物质，例如薯条、薯片在高温炸制时会产生丙烯酰胺，这是一种可能致癌的神经毒素。
鱼肉在煎炸时，表面容易产生苯并芘等致癌物，反复使用的煎炸老油更是充满氧化分解产物，对肝脏和消化道都是极大负担。还记得早年街头小吃摊上那锅终日翻滚的黑油吗？多少香喷喷的油炸、串串、炸鸡翅都是从那里捞出来的，而食客们哪知道自己吃进嘴里的不只是酥脆，还有满满的有害物质。再说我们中国传统早餐的明星油条，油条本身是面团油炸膨发的产物，热量高，含油多，已经不算健康。然而更大的问题在于，很多油条在和面时会加入明矾、硫酸铝钾作为蓬松剂，明矾中的铝元素会在体内蓄积。研究表明，过量的铝摄入与老年痴呆等神经退行性疾病可能相关。老人们常说吃油条吃多了变笨，虽有些夸张，但也提醒我们油条不宜常吃。一根小小油条看似满足了口腹之欲，实际却可能在大脑中慢慢积累危险因素。综合来说，凡是油炸类食品都应该尽量少碰，偶尔解馋要记得选干净的新油炸制，控制分量，更不要把炸鸡薯条当日常便饭。再香再脆的油炸食物也抵不过健康的重要，不是吗？排名第二的是腌制类食品，这一类食物在亚洲饮食中极为常见，包括各种酱菜、泡菜、腌鱼、咸蛋、腊肉、咸鱼等等。传统上，人们用腌制来延长食物保存，但却没想到也延长了危险的保存期。腌制食品最大的问题就是高盐和亚硝酸盐。为了防腐和调味，腌制时往往大量使用食盐，盐分渗入食材，抑制细菌生长，同时也让食物变得脱水干瘪。结果就是一小块腌萝卜含盐量可能惊人。如果每天早餐来几块腌菜配粥，别看吃的不多，实则钠摄入量早早爆表。长期高盐饮食会导致血压居高不下，动脉硬化提早找上门。一句话，吃咸了伤血管。有人可能会说，我吃腌菜只是为了调剂胃口，每次就一小碟，不至于那么严重吧。然而，高盐带来的隐患往往潜伏多年后才爆发，而且腌制食品的危害远不止高盐这一点。腌制过程中，由于微生物作用，食物中常会产生大量亚硝酸盐，特别是腌制一段时间但不够久的菜，亚硝酸盐含量最高。比如自制酸菜在腌制的第7天到第15天，正是亚硝酸盐浓度峰值。如果这时候拿来吃，入口虽酸爽，实则风险极高。亚硝酸盐进入胃中会与蛋白质分解产物胺类结合，生成亚硝胺，这是一种公认的强致癌物质。中国一些地区过去喜欢吃自制酸菜，结果当地的食道癌和胃癌发病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，就是因为居民从腌菜中摄入了过多的亚硝酸盐和亚硝胺。同样的，广东人爱吃的咸鱼也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致癌物，长期食用会显著增加鼻咽癌风险。可以说，腌制食品虽然满足了我们的咸鲜口欲，却可能在体内埋下癌症的种子。还有人把腌制食品称作舌尖上的慢性自杀，夸张吗？也许一点都不夸张。当年战乱年代没办法，新鲜食物不易获取，只能吃腌菜充饥。如今生活条件好了，新鲜蔬菜唾手可得，就别再拿高盐腌菜当佐餐佳品了。特别是中老年人，如果3餐总离不了一碟咸菜，劝您趁早改改这个习惯。血压、血管受伤不说，万一诱发癌变就太得不偿失。总而言之，腌制类食物还是悠着点吃吧。有时候您感觉下饭开胃的那一口，其实可能是在拿生命做调料，值得吗？现在终于来到排名第1的垃圾食物，也就是当之无愧的最毒榜首，它就是加工肉类食品。或许你会有些吃惊，加工肉是什么？简单来说，凡是经过腌制、熏制、添加防腐剂等工序处理过的肉类，都属于加工肉。最常见的例如香肠、火腿、培根、热狗肠、腊肉、肉干等等，这些食物可以说既熟悉又让人爱恨交织。早餐煎2片培根配面包，美味又提供蛋白质；来块火腿切片夹馒头，方便又下饭。逢年过节的腊肉、腊肠更是餐桌上一道风味。然而，这些经过加工的肉制品正隐藏着巨大的健康危机。首先，
加工肉富含亚硝酸盐等防腐剂，为了让肉在保存过程中不变质并保持诱人红色，生产时常常加入亚硝酸钠。亚硝酸盐本身并无直接毒性，但到了人体内却可能转化成致癌的亚硝胺，是不是很眼熟？没错，和腌菜一样的致癌物。世界卫生组织早在2015年就发布警告，证据确凿表明，长期食用加工肉会增加结直肠癌风险。他们将加工肉类列为与香烟、砒霜同级别的一级致癌物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在科学家眼中，天天吃培根和天天抽烟一样，都会大大提高患癌概率。据统计，如果一个人每天摄入50克加工肉，也就1两火腿肠的量，患大肠癌的风险增加大约 18%。 这还只是癌症方面的危害。加工肉通常盐分极高，加工时大量水分被脱去，营养成分浓缩，盐也深深渗入肉中。一根小小腊肠入口，咸香味美，却往往隐含着超过人体一日所需1/3的钠。难怪经常吃香肠火腿的人，高血压一个比一个早到来。更不妙的是，加工肉往往脂肪含量也不低，例如培根和腊肉，肥肉比例惊人，还富含饱和脂肪。长期摄入过多饱和脂肪，会生高低密度胆固醇，导致动脉硬化、冠心病风险上升。所以吃加工肉可以说是对身体内外夹击，一边是致癌物，增加癌症概率，一边是高盐高脂损伤心脑血管。有人可能会问，我只是在披萨上加点腊肠，在便利店偶尔买根热狗，应该没那么严重吧？诚然，偶尔为之问题不大，但试想一下，城市中繁忙的上班族和孩子们，有多少人在早餐、午餐经常依赖培根三明治、火腿面包、热狗，长年累月算下来，吃进体内的加工肉简直堆积如山。难怪有人戏称加工肉是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。既然世界卫生组织都敲响了警钟，我们就该有所警觉。能不吃的时候就不吃，能减量时就别多吃。生活条件允许的话，尽量选择新鲜鱼肉、蛋奶来替代这些加工肉制品，才是长久之计。好了，全球10大最毒垃圾食物我们已经逐一介绍完毕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泡面、可乐、汉堡这些常被挂在嘴边的垃圾食品代表，反而没能挤进前10名。而一些被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食物，比如腌菜、腊肠、话梅等等，却赫然在列。这说明了什么？也许正说明真正可怕的健康杀手，往往不是那些众所周知的妖魔鬼怪，而是潜伏在我们身边，每天都在入口的平凡美食。我们总以为抽烟喝酒才最伤身，其实一些不经意的饮食习惯可能同样在蚕食健康。当然，肯定有观众要问了，难道以后就一口也不能碰这些食物了吗？其实倒也不必矫枉过正。俗话说，谈毒性不谈剂量就是耍流氓。偶尔吃1两口解馋，正常情况下不会立刻让你倒下。但是如果对这些垃圾食物来者不拒，长期无节制的摄入，那么它们的危害就会日积月累地体现在你的身体上。高盐的让你血压飙升，高糖的让你体重暴增，高脂的让你血管堵塞。致癌的因子潜伏在细胞中伺机而动，当某天毛病全爆发出来时，后悔可就来不及了。所以聪明的做法是从现在开始调整饮食结构，多吃新鲜天然的食材，少碰加工重口味的垃圾食物。其实饮食中没有绝对垃圾的食物，只有垃圾的吃法。我们的味蕾和胃口都被惯坏太久了，是时候为了健康有所节制了。看到这里，你还会不会冤枉泡面是罪魁祸首了呢？当真正的凶手就在你每天的餐桌上时，希望你我都能做出更明智的选择。为了健康，管住嘴，迈开腿，远离这些最毒垃圾食物，给自己的身体减负吧。健康的未来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。